司马伦被杀之后，朝政由司马囧独揽，然而他政事荒废，宠信亲近之人，使天下大失所望，各地的诸侯王再次发兵讨伐。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八王之乱之司马衷被解往长安。302年，义军校尉李涵由于和司马囧的亲信黄甫商和赵襄等人积怨，连忙逃往长安，谎称自己接受了司马衷的密诏，要求司马懿率军讨伐司马囧。司马懿考量利害之后，便上表陈述了司马囧的罪状，联合成都王司马颖和范阳王司马萧等人发兵讨伐司马囧。同时，他还声称驻守在洛阳的长沙王司马懿是他们的内应。司马囧得知消息后，连忙派遣部将董爱率军前去捉拿。当时司马懿的身边只有100多人，自知不是董爱的对手，于是他砍断车前的帷幔，乘坐着敞路的马车飞驰奔往皇宫，并且下令关闭宫门，然后他便挟持了皇帝司马衷。接着他以皇帝的名义反过来攻打司马囧，并且下发诏令说，凡是帮助司马囧的官员和将士，将一律诛灭5族。最终司马囧战败，在昌河门外被处斩，首级传世6军，同党和亲信2000多人被杀，并夷灭3族。至此，司马囧成为了八王之乱中第4个被杀的诸侯王，从此朝政便由司马懿把持。司马懿得知后非常的后悔，他之所以宣称司马懿是他的内应，目的是让司马囧处死司马懿，这样的话，他就以司马懿被杀为借口，召集更多的诸侯王反抗司马囧。事成之后，他准备废除司马衷，改立司马颖为帝，然后自己担任宰相。结果司马囧却被司马懿给反杀了，他的计谋也就全部落空了。但是他并不死心，多次派遣刺客刺杀司马懿，但均未成功。司马懿掌权之后，事无巨细都向邺城的司马颖请教和汇报，实际上是司马颖在遥控执掌朝政。久而久之，司马颖便开始有些骄奢，比司马囧掌权的时候更差，而且野心也逐渐开始膨胀。他和司马懿共同上表，要求诛杀皇后的父亲杨玄之以及司马懿的亲信黄甫商等人，而且要求司马懿返回自己的封国。司马懿当然不会同意。于是303年，司马懿便派遣部将张方率领7万大军，准备征讨司马懿。司马颖则任命陆基为大都督，率领20余万大军向洛阳进发，混战的规模日益扩大。陆基是陆逊之孙，陆抗的第4子。吴国灭亡后，在晋朝为官，他认为司马颖能让皇室兴隆，于是便委身于他，受到了司马颖的器重，这样也导致了司马颖部将们的嫉妒和怨恨。10月，陆基率领大军到达洛阳，还未开战，司马颖宠幸的宦官孟九和孟超便放纵士兵开始掳掠，孟超更是带领着100余名骑兵到陆基的麾下抢人，并对陆基轻蔑地嘲讽道：“和奴也能做都督吗？”陆基的部下劝他杀了孟超，但陆基没有同意。接着他与司马懿在建春门展开激战，结果可想而知，陆基率领的大军惨败，掉入七里涧淹死者不计其数，导致涧水断流，折损战将达16人之多。孟超见状，立即对众人说陆基将要谋反，并且给自己的兄弟孟九写信，让他在司马颖的面前祭献谗言，诬陷陆基谋反。司马颖听后大怒，立即派人秘密逮捕陆基，并且诛灭其3族。这时张方率军赶到，与司马颖的大军共同进攻洛阳，但均被司马懿打退，死伤了6、7万人。战事持续了数月之后，司马懿的军中开始缺粮，但将士们愿意誓死守卫。张方觉得取胜无望，便准备退兵返回长安。然而就在这时，在洛阳城里担任司空的司马越担心军中缺粮而导致战败，一旦司马懿战败，他们都会受到牵连。于是他便秘密勾结禁军将领，将司马懿逮捕后关入了金庸城，然后打开城门向司马颖和司马懿投降。之后他将司马懿送入张方的军营，被张方活活的给烤死了。至此，司马懿成为了八王之乱中第5个被杀的诸侯王，时年28岁。随后司马颖被拜为丞相，司马懿被拜为太宰，司马越被拜为尚书令。司马颖依然在邺城遥控指挥朝政，司马懿驻守长安。
洛阳宫里的具体事务便由司马越处理。不久，司马懿上表建议废除太子司马谈，立司马颖为皇太帝。至此，司马颖便成为了未来皇位的继承人。然而，从此之后，他便开始目无皇帝，骄奢跋扈，处处展现其夺位的野心。而且，他重用亲信宦官孟九等人，使其胡作非为，令众人大失所望。304年7月，司马越传檄四方，召集了10万大军，携带着皇帝司马衷，决定前往邺城北伐司马颖。司马颖得知后大为震惊，连忙召集属下商议对策。有人认为皇帝亲自前来讨伐，应该立即投降请罪；有人劝他备战迎敌，打败司马越再说。正在这时，司马颖属下的官吏陈匡等人投奔司马越，并且告诉他说，司马颖的部下听说皇帝御驾亲征而来，纷纷准备离散，毫无抵抗能力。司马越听后便信以为真，大军的防备也就彻底松懈了。然而，司马颖最后决定出兵迎敌，他派遣部将石超率领5万大军前来，双方在荡阴展开激战，司马越被打得措手不及，战败而逃，一直逃往了下邳。属下的将士们群龙无首，纷纷开始溃散。皇帝司马衷被将士们丢在草地上，无人顾及，最终被石超俘虏后送往了邺城。此时，司马懿派遣张方率领2万大军，正在赶往邺城的路上。听说司马越已经战败后，只能趁机进入了洛阳。至此，此战以司马颖的胜利而结束。皇帝司马衷也被司马颖掌控在手中，留在了邺城。之后，司马越的弟弟司马腾和王浚联合了乌桓和羯朱等异族势力，从幽州发兵攻打司马颖。司马颖战败后，只能带着皇帝司马衷逃往洛阳，接着被张方裹挟着逃往了长安，为后来的五胡乱华埋下了祸根。那么，司马颖和司马懿的结局如何呢？我们下期接着讲述司马颖为何要带着皇帝司马衷前往长安，匈奴和鲜卑等异族是如何参与到八王之乱的？最终，司马颖和司马懿的结局如何？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八王之乱之司马衷中毒身亡。八王之乱时，朝廷内斗严重，四方盗贼蜂起。都督幽州诸军事的王浚为了自保，便与外族通婚交好。由于他之前支持过司马伦，引起司马颖的不满，于是司马伦被杀后，司马颖便任命何衍为幽州刺史，并且密令何衍刺杀王浚。何衍为了万无一失，便勾结了乌桓单于沈登，准备与王浚同游继承南边的清泉时刺杀王浚。结果当天下雨，导致兵器湿透，被迫取消了刺杀计划。过后，沈登认为计划之所以失败，是因为上天保佑王浚，便决定站在王浚这边，将何衍的意图全部告诉了王浚。王浚得知后大怒，他秘密联系司马越的弟弟滨州刺史司马腾，共同围攻何衍。何衍战败后投降，被王浚斩杀，并自领幽州刺史。司马颖得知后立即征召王浚，但王浚不肯前往，并且秘密联络段部鲜卑的首领段务务臣以及乌桓和羯朱等异族，准备迎战司马颖。司马颖见王浚不肯听从，便派遣部将王斌和石超等人前去征伐王浚。匈奴人刘渊此时依附于司马颖，他见王浚联络异族兵马，便趁机请求司马颖让他返回匈奴故地，调集5万大军赶来支援。司马颖便拜刘渊为北单于，让他回去召集大军。8月，王浚率领的鲜卑骑兵与王斌的大军相遇，双方展开激战，结果王斌战败。接着，王浚任命鲜卑族将领祁洪为先锋，率军前去攻打石超。双方在平吉展开激战，石超惨败，王浚便率领大军向邺城挺进。邺城的官吏和士兵们得知后，纷纷开始逃窜。司马颖自知无法守住邺城，便带着皇帝司马衷慌忙逃往洛阳。羯朱的骑兵得知后，立即率军追击，一直追到朝歌，见无法追上，便返回了邺城。此时，刘渊已经回到了匈奴，他让刘宏率领5000骑兵先行出发。结果大军还未到达，就听说司马颖已经带着皇帝逃走了，刘宏只能无功而返。接着，王浚的大军便顺利地进入了邺城。然后他任由部众在城内大肆抢掠，纵容鲜卑族的士兵掳掠妇女，甚至杀害协助妇女躲藏之人，
邺城顿时变成了人间炼狱。此时，司马颖已经带着皇帝司马衷回到了洛阳，然而洛阳已经被张方控制。张方担心司马腾和王浚的大军前来攻打洛阳，便准备裹挟着司马衷和司马颖前往长安。可皇帝司马衷躲在后花园的竹林之中，不愿意离开洛阳，被张方的士兵发现后，给强行拉上了车。临走之前，张方的士兵在宫中大肆搜掠，将魏晋以来累积的全部财宝几乎一扫而空。张方为了打消百官重返洛阳之心，便准备焚毁宗庙和宫室。幸亏卢植的曾孙担任中书监的卢志相劝，才最终放弃了火烧洛阳的计划。3日之后，张方劫持着皇帝司马衷和皇太帝司马颖等宗室和官员，抵达了长安。至此，皇帝司马衷便落在了司马懿的手中。他以皇帝的名义下诏，废除了司马颖的皇太帝身份，改立豫章王司马炽为皇太帝。305年，司马越以张方劫持皇帝，导致天下共愤为由，联合各地的诸侯王，以丰迎皇帝回归洛阳为名，准备发兵攻打长安。范阳王司马萧和幽州刺史王浚等人则共推司马越为盟主，司马越便派人游说司马懿说，只要能将皇帝司马衷送回洛阳，他就愿意和司马懿分散而居。可张方劝谏他说，关中拥有将士10余万众，我们可以亲自将皇帝送回洛阳。这样一来，司马越便没有了起兵的理由，也就没人再支持他了。然后让司马颖返回邺城，控制北方，中原大地的局势便可以稳定了。但司马懿没有采纳。就在这时，司马越的内部却先乱了。由于他将豫州刺史刘乔改任为冀州刺史，将司马萧改任为豫州刺史，导致刘乔不满。他立即率军前往许昌攻打司马萧，司马萧不敌，逃往了北方。司马懿得知后，立即派遣张方等人率军支援刘乔，刘乔则派遣长子刘佑驻守萧县的灵璧，阻挡司马越的大军。司马越接到皇帝让他返回封地的诏命后，便率领3万大军准备返回东海国。结果走到萧县的时候，却遇到了刘佑的大军阻拦，双方便展开激战，结果司马越战败。司马萧得知后，连忙派遣部将田辉率领800名骑兵赶来支援，在乔县与刘佑大军相遇，并大败刘佑。同年12月，司马萧又率军击败了刘乔。之后，司马越率军进屯阳武，即今天的河南省原阳县，兵锋直指长安。司马懿得知后非常惊慌，为了促使司马越退兵，他不惜让张方的亲信将领智府暗杀了张方，然后将张方的首级送给了司马越。然而司马越并没有退兵的打算，司马懿非常的后悔，开始怪罪杀了张方的智府。随后他又命人杀了智府，派遣部将刁默固守潼关。然而司马越军中的鲜卑将领齐宏等人很快便攻破潼关，向关中挺进。司马懿大为恐惧，连忙派遣马瞻和郭传等部将前往灞水抵抗，结果再次战败，司马懿便只身逃往了太白山。接着司马越率领大军进入了长安城，由于司马越的军中有很多的鲜卑族士兵，他们进城后便开始烧杀抢掠，长安城里的2万多人在这场浩劫中被杀，惨不忍睹。此时司马颖率军驻守在河桥，即今天陕西省大荔县以东。司马萧便派遣鲜卑骑兵和司马模等人前去征伐，一直追到西安才作罢。306年，司马越率领文武百官和鲜卑将领，护送着皇帝司马衷回到了洛阳。司马颖则返回华阴，从武关出来后到达了新野。这时司马越以皇帝的名义命令刘宏和刘陶继续搜捕司马颖。司马颖得知后，立即抛弃妻子和母亲，仅带着儿子司马普和司马扩准备逃往朝歌。他沿途收集了之前的将领和士兵数百人，准备前往冀州投靠属下将领公师藩。然而当他走到顿丘，即今天河南省青松县的时候，被冯松抓获，送给了驻守邺城的司马萧。司马萧将他们囚禁起来之后，并不忍心杀害。然而1个多月之后，司马萧却突然暴毙而亡。长史刘虞觉得司马颖在邺城颇有威望，担心留下他会成为祸患，于是便矫诏赐死了司马颖以及他的2个儿子。至此，司马颖便成为了8王之乱中第6个被杀的诸侯王，时年28岁。
306年11月，司马衷在显阳殿吃饼的时候中毒身亡，有传言说是被司马越毒死的。同年，皇太帝司马炽继位，即晋怀帝，朝政由司马越把持。接着，司马越以皇帝的名义下诏，拜司马懿为司徒，让他回朝任职。司马懿接到诏命后欣然接受，立即从太白山中出来，乘车前往洛阳。当他走到西安的雍谷时，司马越的弟弟司马模派遣部将梁辰在车中掐死了司马懿，他的3个儿子也同时被杀。至此，司马懿便成为了8王之乱中第7个被杀的诸侯王。311年，晋怀帝司马炽下诏，要求各地诸侯王讨伐司马越。司马越听后急血攻心，病死于项城。8王之乱的最后一个诸侯王离世，至此8王之乱也随之落下了帷幕。就在司马颖逃离邺城的当年，匈奴人刘渊便在左国城建立政权，史称汉赵，五胡乱华正式拉开了序幕。那么刘渊是如何建立政权的？作为匈奴人，他为何姓刘？他所建立的政权为何称之为汉？下期我们便接着讲述五胡乱华。五胡乱华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时代，汉人妇女被奸淫后当作军粮吃掉，成千上万的无辜百姓被杀。那么五胡分别指的是哪五胡？五胡乱华是如何发生的呢？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五胡乱华之胡人进入中原。五胡当中，我们最为熟悉的就应该是匈奴了。匈奴源于先秦时期的北狄，战国时期为了防止匈奴的侵扰，秦赵燕3国都在边境上修筑长城。秦始皇统一6国后，派遣大将蒙恬北击匈奴，并且在秦、赵、燕3国长城的基础上修建了万里长城。刘邦建立汉朝的同时，冒顿单于也首次完成了对匈奴的统一。白登之围后，刘邦为了休养生息，采取和亲的政策，缓和了与匈奴之间的关系。汉武帝时期，卫青和霍去病多次出击匈奴，霍去病封狼居胥，夺取河西走廊，使匈奴漠南无王庭。之后，匈奴分裂为南北2部，北匈奴被西汉远征军诛灭，南匈奴的呼韩邪则归降西汉，成为了附属国。汉元帝将宫女王昭君赐给呼韩邪，迎来了汉匈之间长达60余年的和平。之后，南匈奴被安置在河套地区。三国时期，南匈奴参与中原混战，蔡文姬被匈奴的左贤王所掳，并生下了2个孩子。202年，南匈奴归附曹操，曹操用重金赎回蔡文姬，并将她嫁给了董嗣。216年，曹操将南匈奴分为左、右、南、北、中5部，安置在陕西和山西以及河北一带。刘渊的父亲刘豹就是匈奴5部的左部帅。与匈奴关系较为密切的便是鲜卑。鲜卑源于先秦时期的东胡，东胡被冒顿单于打败后，分成了2部，分别退往乌桓山和鲜卑山。他们以山名为族名，形成了乌桓和鲜卑，但他们都受匈奴的统治。汉武帝时期，乌桓被内迁至武郡的塞外，鲜卑便占据了乌桓故地，活跃在希拉木伦河附近。之后，北匈奴被迫西迁，南匈奴归附汉朝，鲜卑便趁机占据了北方草原。156年，谭石槐统一鲜卑，并将鲜卑分为3部，右北平郡以东的被称为东部，从右北平郡到上古郡的被称为中部，上古郡以西的则是西部。但是，随着谭石槐的去世，鲜卑再次分裂。东部鲜卑分为了3部，分别是慕容部和宇文部以及段部，占据着辽西郡；拓跋部则占据着云中郡。后来从拓跋部中分离出来的突发部迁往了河西，乞伏部则被大规模地迁入了雍州和凉州。截胡这个族群从严格意义上来讲，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民族，它只是匈奴的一个分支或者部落，是中原人对杂胡的泛称。他们从北方草原内迁，活跃在上党郡武乡县一带的杂胡部族。羌族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民族，他们源于先秦时期的西戎，以牧羊为生。羌是中原人对他们的称呼，他们自称尔马或者尔咩，被誉为云朵上的民族。战国时期，羌人建立了义渠国，与秦国进行了长达170多年的战争，最后芈八子采用怀柔政策将其消灭。汉朝时期，羌人的活动范围很广，
分为西羌和东羌，东羌逐渐融入中原，西羌则生活在塔里木盆地南沿、雅鲁藏布江流域以及西南地区。与羌族一样，氐族也是源于先秦时期的西戎，最先生活在四川的松潘高原。后来，他们扩展到西起陇西，东至略阳，南达岷山以北的广大地区，聚居于西汉水和白龙江流域。汉朝时期，在氐人聚集区设置了武都郡和阴平郡，以及13地道，管理氐人部落。三国时期，曹魏和蜀汉连年征战，氐人便成为了双方争夺的对象，趁机强盛了起来。同样，氐也是中原人对他们的称呼，他们自称为和治。那么，这些胡人是如何进入中原并建立政权的呢？东汉末年战乱不断，导致中原地区人口锐减，经济衰退。曹操为了补充当地的人口和兵源，同时也为了减轻边境的军事压力，便将大量胡人内迁。在之后的近100年时间里，内迁的五胡人数高达数百万之众，其中匈奴大约70万，羌人约80万，氐人100万，鲜卑250万。到了西晋初年，关陇地区皆为戎居，关中共有人口100余万，戎狄就占了一半。到了西晋末年的时候，关中的胡人就已经数倍于汉人了。然而，胡人与汉人还未完全融合，就爆发了长达16年之久的八王之乱，使社会秩序彻底崩溃，经济严重受损，百姓流离失所。在此期间，鲜卑、羯胡以及匈奴等少数民族也参与到了八王之乱当中，并且趁机叛乱，纷纷开始建立政权，五胡乱华的时代正式开启。胡人建立政权之后，采取胡汉分治的政策，区别对待汉人和胡人。在此期间，战争连年不断，盗贼像蝗虫一样兴起，再加上灾荒和瘟疫，华夏大地民不聊生。由于胡人生性残暴，茹毛饮血，大量的百姓被残忍屠杀。后赵的皇帝石虎每占领一座城池，便会有成千上万的无辜百姓被屠杀。他的儿子10岁则更为可恶，他奸淫大臣们的妻妾，将自己的姬妾装扮后砍下头颅，洗去血迹放在玉盘之中，与宾客们互相传递观赏。宫内的尼姑被10岁奸淫之后斩杀，与牛羊肉一起煮着吃掉。羯胡的士兵在作战时粮草不足，他们便将汉族妇女俘虏，夜间奸淫，白天便充当军粮，并称他们为双脚羊。慕容鲜卑攻入中原后，掳掠了数万名汉族少女，回师途中，很多人被奸淫而死，或被当作军粮。大军行进至易水时，仅剩下了8000多名少女，为了不让他们逃脱，全部淹死于易水之中，导致易水断流。冉闵是石虎的养孙，深受石虎的宠爱，但他并不是羯胡人，而是汉人。他推翻了石虎所建的政权后，建立了冉魏政权。石氏家族被他全部消灭，接着他便下达了杀胡令。349年11月，他尽杀胡人军队及百姓10余万人。350年2月，他率军攻入邺城，然后紧闭四门，将城内的20余万胡人全部屠杀。在他掌权期间，大约有近100万的胡人被杀。可见五胡乱华期间，无论是汉人还是胡人，都是非常悲惨和黑暗的时代。汉恒帝时期的中原人口约为4000万，经过了三国乱世、八王之乱，中原人口已经不足2000万了。五胡乱华之后，骤减至400万左右，是汉恒帝时期的1/10。接下来的几期视频，我们将详细的讲述五胡乱华的具体过程，以及他们所建立的政权。下期再见。上期我们讲解了五胡乱华的起因和历史背景，接下来的几期视频，我们将详细的讲述五胡乱华的过程，以及五胡16国每个政权的建立与覆灭。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五胡乱华之成汉政权的建立。自古就有天下未乱，属先乱；天下已治，属未治的说法。五胡乱华的第一个政权，便是由氐族人李特父子在成都建立的成汉政权。李特的祖籍在巴西郡的荡渠，即今天四川省渠县。张鲁在汉中建立政权后，李特的曾祖父便移居至汉中。215年，张鲁投降曹操，李特的祖父李虎也跟着归顺，被曹操封为将军。之后，他率领500多名族人北上，定居在略阳郡的临渭县，即今天的甘肃省乾安县。
李特的父亲李牧被封为东羌列将，李特是他的次子。李特年轻时曾在州内任职，因其见解不凡，好打抱不平，而且善于骑马射箭，性情沉稳，吸引了很多志同道合之士。不久，霸王之乱爆发，导致天下大乱。敌人齐万年便趁机在关中为乱，使关中和陇西之地遭到了严重的破坏。再加上连年大荒，略阳和天水等6郡的百姓无法生存，只能被迫南迁寻找粮谷。仅进入汉中周边的流民就多达数万户，其中就包含李特兄弟。迁徙途中，李特兄弟对患病和饥饿的百姓锦囊相助，受到了百姓们的拥戴，自然而然地便成为了流民们的首领。就这样，他们一路风餐露宿，来到了汉中。由于汉中地小，他们便请求朝廷允许他们进入巴蜀之地计时，但朝廷没有同意，并派遣李密、持节前来慰劳流民，同时负责监察他们，不准他们越过间隔关。流民无奈，只能凑钱贿赂李密，最终他们才顺利地通过间隔关，进入了巴蜀之地。然而，此时巴蜀之地正在酝酿着一场叛乱。益州刺史赵鑫是皇后贾南风的姻亲，贾南风被杀后，朝廷便命令赵鑫回京任职。赵鑫当然知道，只要回到洛阳，等待他的必然是报复与迫害，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割据自保。于是他开仓放粮，招兵买马，准备与朝廷分庭抗礼。正在这时，李特兄弟率领的流民到达了蜀地，赵鑫便拉拢李特兄弟，加入了自己的队伍。很快，叛军便扩展到了上万人。李特的三弟李祥由于精通兵法，深受赵鑫的器重，拜其为威寇将军，率军驻扎在绵竹的石亭，负责截断晋军的北来之路。李祥招募6郡的勇士，很快便发展到了万余人，而且李祥为人骁勇，善于治军，深受将士们的拥戴。可是有此良将之后，赵鑫不但没有感到欣慰，反而开始记恨李祥了。他认为李祥是低族人，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，便想趁机将其除掉。然而李祥并不知情，还跑去劝说赵鑫在蜀地称帝。赵鑫非但不领情，还以大逆不道之罪，将李祥和他的儿子以及侄子10余人全部杀害。李特和李刘此时正在外地领兵，得知李祥被杀后，立即率军前往绵竹，准备为兄弟报仇。赵鑫则派遣李别等人前去迎战，双方在绵竹展开激战，结果李别战败，连夜逃走，李特便率军向成都进发。成都的文武官员们得知后，纷纷出城逃跑，赵鑫无奈，只能带着妻子和儿女，乘坐小船逃离成都。当他们逃到广都，即今天成都市双流区的时候，被自己的随从朱竹给杀害了。李特和李刘便率军进入了成都。接着，李特派人前往洛阳，陈述了赵鑫的罪状，希望朝廷能派人来接管益州。朝廷便派遣凉州刺史罗尚率领7000人进入蜀地，准备接管益州的军政事务。李特派遣自己的弟弟李襄前去迎接罗尚，并献上了众多的珍宝古玩。罗尚到达绵竹后，李特和李刘也前往迎接，并大摆宴席，为罗尚接风洗尘。随后，罗尚便前往成都，掌管益州事务。不久之后，朝廷下发诏命，要求所有流民立即返回自己的故地。可是，这些流民之所以历经千难万险来到蜀地，是因为家乡无法生存，没想到刚有落脚之地，又得返回，非常的悲愤。可是朝廷的诏令又不得不执行。无奈之下，李特只能贿赂罗尚，请求让他们等到秋天动身。罗尚同意了他们的请求。接着，朝廷鉴于李特和李刘等人打败赵鑫，平息叛乱有功，任命李特为宣威将军，李刘为奋威将军。然而，广汉太守欣然却想独吞平叛之功，巩固自己在益州的权势。因此，他扣留了封赏李特等人的诏书，并与罗尚密谋，准备除掉李特和李刘，趁机抢夺流民的财物。于是，罗尚便要求流民立即开始遣返，同时派人在各个路口设置关卡，搜索流民的财宝。李特等人一再请求说，由于当年的庄稼没有收割，流民缺少路费，而且雨季马上来临，希望等到秋收之后再让他们动身。欣然听后大怒，立即派人在各大路口张贴悬赏李特兄弟的榜文，并许以重赏。
流民们得知后大为惊恐，纷纷归附李特兄弟，不到1个月就有了2万多部众。李特便将大军驻扎在赤足，即今天四川省绵竹县东北。欣然得知后，秘密派遣3万大军准备偷袭李特，然而李特早有防备，导致偷袭未果。接着，李特率军攻打驻扎在洛城的欣然，欣然不敌，只能突围而走。洛城即今天四川省广汉市。接着，李特率领大军向成都挺进，准备去攻打罗尚。到达成都后，李特效仿汉高祖刘邦，与蜀地百姓约法3章，受到了百姓们的热情拥戴。罗尚非常慌张，构筑工事的同时，连忙派人向凉州和南夷请求支援。不多时，牙伯和张征从凉州率军前来，南夷校尉李毅从南中赶来，与罗尚派遣的张圭3路夹击李特。结果牙伯战败后逃走，张征被杀，张圭战败，罗尚万分焦急，继续请求支援。303年正月，荆州刺史宗代率领3万水军赶赴德阳。当时蜀地的百姓非常恐惧，将村庄连接起来建成土堡，向李特请命，李特便派人前去安抚。益州总使任瑞便对罗尚说，李特将兵马分散于各个村寨，这是上天要将他灭亡啊！我们应该与各个土堡秘密联络，内外夹击之下，必能将其击溃。罗尚采纳了任瑞的计谋，让他假装向李特投降，并对李特透露说，成都城里的粮草快要用完了，从而麻痹李特。随后，他请求出营看望自己的家人，结果出营后，他便秘密联络各个土堡，之后返回成都向罗尚汇报。2月，罗尚派兵袭击李特的兵营，各个土堡也应声响应。李特因为兵力分散，无法抵挡，只能率众退往新繁。接着，罗尚派遣主力大军出击，流民大军惨败，李特和哥哥李辅等人被杀。李特的次子李当和3子李雄只能收集残兵，退守赤足。3月，李当在追击敌军时也被斩杀。李特的弟弟李刘深感恐惧，投降了荆州刺史宗代。李特的3子李雄不肯投降，率领部众继续与宗代交战。然而就在这时，宗代在军营里病逝，荆州兵便退回了荆州。之后，李雄攻占郫城，即今天成都市郫都区，自称大都督，即益州牧。9月，罗尚派兵攻打李雄，结果再次战败。12月，成都城内开始缺粮，罗尚便留下部将罗特固守成都，他自己则趁夜退往江阳郡，即今天四川省泸州市。罗特自知不是李雄的对手，只能开城投降，李雄便率军进入了成都。304年，李雄自称成都王。306年，李雄在成都称帝，国号大成。李雄病逝后，将皇位传给了兄长李当之子李班，从而引起了自己的儿子李七的不满。随后，李七斩杀李班自立。338年，李襄之子李寿斩杀了李七自立，并将国号改为汉。因此，史书将李氏建立的流民割据政权称之为成汉。这便是五胡十六国由氐人建立的第一个割据政权。那么，匈奴人刘渊是如何建立政权的？他所建立的政权为何也称之为汉？我们下期接着讲述。